嘿，我的小伙伴，有没有怀疑自己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，但又不那么确定？也许是不确定所经历的是否属于创伤，或者因为仍然能正常度过每一天，完成任务，并承担责任，怀疑自己是否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。也许见过其他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案例，并在确认自己的感受后，认为自己所经历的没有那么严重。那么，什么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（PTSD）？ 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可能对创伤事件反应的心理状况，这些事件包括死亡或伤害的威胁，比如战争、性侵犯、暴力、车祸、自然灾害或急症。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表现形式和程度各不相同。记住，对创伤的感觉总是真实有效的。这支影片我们就来看看高功能创伤后应激障碍的5个迹象。1、极端的情绪反应。创伤会导致所谓的高度警觉，经常感到焦虑、紧张和筋疲力尽吗？可能会觉得自己因为经历过的创伤而一直处于高度警惕状态。有没有发现自己很容易被吓到？最重要的是被吓到的反应会不会异常激烈，甚至有时暴力？也许感到特别易怒，会因为一直处在压力边缘，而动不动就会勃然大怒。谨慎是一回事，但是不是对周围的环境过于敏感，对潜在的威胁过于警惕，以至于让每天的生活都变成了一场斗争。当战斗或逃跑反应加剧时，创伤会导致这些感觉习惯和反应。2、思想和情绪上的消极变化。有没有注意到思想和情绪有一些负面的变化？这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发生，可能正在与反复出现的害怕、恐惧、愤怒或绝望的感觉做斗争，可能会经历类似于抑郁的情绪，比如对曾经喜欢的活动失去兴趣，或者感觉无法体验快乐和其他积极的情绪。也可能对他人、世界或自己产生消极的想法，也许会一直感到内疚和羞耻，即使创伤性事件不是自己的错，但可能已经说服自己了。3、回避。创伤可能会让人感到处于脆弱边缘、不安全，这些是可以理解的。这可能会导致回避和退出某些活动，以感到安全或保护自己。可能会发现，在避开那些让自己想起创伤事件的人、地方、对话或情境，也许已经不再用以往的方式，开始采取不同的路线了，或取消与朋友的计划，即使可能原本有一些愿望，在一个美好的时间和见到什么人。高功能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可能会逃避某些情况，或远离某些人，也可能是因为觉得社交压力太大，会避免任何能提醒自己那些创伤的东西。此外，可能还会发现自己在回避一些自己的想法。总而言之，持续的逃避会让人筋疲力尽，并对心理健康造成损害。4、身体问题。在与创伤斗争时，可能还会经历身体状况，比如失眠、睡不好觉吗？也许被恐惧搞得夜不能寐，或者一直在做与所经历过的创伤有关的噩梦。想起那些创伤事件时，也可能会有某些身体上的症状，比如心率加快、出汗、呼吸困难，或感觉头晕，这些通常都与焦虑有关。这些也都可能是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迹象。5、重现创伤。谁都可能重现创伤性事件，有没有过对这件事反复记忆？这些可能会情不自禁地发生。尽管试图不去想它，正如前面提到的，可能会做噩梦，在梦里重新经历了这件事，或者梦到了与它相关的情况。噩梦也不同于重现，在重现中可能会重新经历事件，就像它真的再次发生了一样。这些是可能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迹象。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在严重程度和经历类型方面因人而异。为了得到正确的诊断，请不要犹豫，向合格的心理健康专家求助。每天带着创伤生活是一种挣扎，来自合格专业人士的治疗和护理会有所帮助。没有人能保证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会自行消失，或者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。但有一些资源可以帮助大家重新获得良好的生活质量。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？还注意到过什么迹象吗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。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点帮助，
一定要点赞并分享给其他也想知道的小伙伴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，您都能收到通知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